今天我们来聊聊让全人类疯狂痴迷的金属——黄金。最近川普的官方商店推出了一款总统金券，号称内含100毫克纯金，并高调宣称它的价值只会上升，永不会下跌。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就在这张总统金券上线后不久，国际金价非但没有上涨，反而应声下跌，让人大跌眼镜。黄金真的只涨不跌吗？金价未来是否还有飞涨3倍的可能？为什么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对黄金如此着迷，仿佛对黄金的渴望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本能？今天，我们就从化学、商业到人类学多角度深入探索黄金的秘密。这也是在你投资黄金之前必须了解的底层逻辑和故事。首先从化学说起，元素周期表上有100多种元素，但能被人类选作货币和宝物的其实屈指可数。我们不妨来个排除法，常温下是气体或液体的元素直接淘汰，毕竟没人会用氧气或水银当硬通货。化学性质太活泼，容易生锈腐蚀的元素也不行，比如铁会生锈，钠遇水就炸。想想看，硬币见水就冒火星，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太过普通廉价的元素也没法当宝贝，沙子和石头遍地都是，再稀罕也不值钱。太稀有或者人工合成的元素更不可能，比如放射性的邮寄危险又少见，合成的爱因斯坦元素更是转瞬即逝。这么一圈剔除下来，符合条件的几乎只剩下金和银这对老伙伴。难怪在人类历史上，这2种金属长期充当货币和财富的象征。可是即便在它俩之中，黄金依然技高一筹。这是因为只有黄金真正耐得住时间，银子放久了会发黑失去光泽，银会和空气中的硫作用生成硫化银，让表面暗淡无光，而纯金块哪怕放上几千年仍然灿烂如新。不信请看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中的金面具，出土时依旧金光闪闪，仿佛昨日打造的一般。相反，同墓出土的银饰品早已氧化暗淡。由此可见，在化学性质上，黄金是最能扛得住岁月侵袭的贵金属。当人们想把价值传诸千秋时，选黄金准没错。可以说，大自然早已在元素周期表中钦点了黄金作为人类的终极财富载体。除了永不生锈、不易氧化，黄金还有其他独特的化学和物理特性，让它成为天选之金。首先，黄金足够稀有，却又不是稀有到找不着，在地壳中的含量大约10亿分之几，仅仅是极为微量的掺杂。可正因为如此，它才珍贵。但黄金也没稀少到像某些铂金族元素那样，古代根本无法获得。大自然眷顾的把少量纯金以沙粒或小块的形式散布在河床沙砾中，远古人类无需冶炼就能直接拾取黄金。这一点很重要，人类几千年前就能发现并收集黄金。而像铂这种金属，由于熔点极高，矿石难寻，直到近代才真正大量面世。其次，黄金质地软而延展性极佳，一块金子可以被锤成极薄的金箔而不断裂，这意味着古代工匠很容易将黄金打造成精美的首饰、金器。再者，黄金有独特的迷人光泽和颜色，在众多金属中，绝大多数都是银白或灰色，唯有黄金呈现出温暖的金黄色，这是原子层面的相对论效应赋予黄金的特殊光泽。这抹金黄在人类眼中格外诱人，就像凝固的太阳余晖，让人过目难忘。可以想见，远古的河岸边，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拾起闪闪发亮的金沙时，那种惊叹和喜悦早已深深刻进了集体记忆。正因为化学性质上的近乎完美，黄金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人类最钟爱的珍宝。有人戏言，黄金是元素周期表里上帝给人类准备的宝藏。这话听起来夸张，却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化学角度看，黄金几乎是天然完美的价值载体，仿佛命中注定要被人类选中。然而，正因为黄金如此完美又稀有，获取黄金的难度也堪称地狱级别。在漫长的历史中，想要大量获得黄金，绝非一人一户之力可以办到，往往需要帝国级的组织力量。你也许听过这样的比喻，开采1吨黄金，平均要处理上百万吨的矿石或泥沙，耗费的能量以兆瓦计。在现代，
提炼1吨黄金，据说平均消耗约2万兆瓦的能量，相当于一座大型发电厂全力运转好几天。这个数字或许夸张，但道理不假。要从渺渺沙粒中提炼出金沙，没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根本办不到。古今中外，每一次大量黄金的涌现，背后都是庞大的工程和权力在支撑。举几个例子，古埃及法老依靠成千上万奴隶在沙漠矿山开采黄金，只有法老的权威才能驱动如此浩大的工程，让黄金源源不断流向金字塔和神庙。传说埃及人把努比亚的黄金矿山开采殆尽，用金子铸就了法老的面具、权杖和陪葬品。在古埃及语中，黄金甚至被称为众神的肉身。法老相信自己死后以黄金为身，可以像太阳神一样永生不灭。又比如2000多年前的中华大地，秦始皇吞并6国建立帝国，他铸造了统一的金币秦半两，并打造象征皇权的金币和金印，向天下昭示唯有皇帝可独占天下黄金。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话：富商巨贾腰缠万贯，莫敢僭用黄金；平头百姓别说用金铸币，连私藏稍多黄金都可能犯下大罪。黄金在古代中国基本是皇室和国家的专属战略资源，没有皇帝许可，你就是有财有势也不敢公开囤金。再看16世纪的西方，横扫南美的新西班牙帝国为了黄金不惜发动残酷的征服战争。征服者们在美洲大肆搜刮黄金，把印加人用来祭祀太阳神的金像通通熔成金砖，源源不断运回欧洲。传说1532年，西班牙人俘虏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瓦尔帕，皇帝为了赎命，答应用黄金填满一间屋子作为赎金。据说那房间足有几十平方米，他真的让臣民堆满了黄金器物，价值难以估量。可最终征服者还是撕毁约定，将他处死，把那些黄金据为己有。这一幕成为历史上人类贪婪的缩影。为了黄金，帝国可以征战四方，个人可以不惜背信杀戮。黄金的获得如此困难，以至于每一颗金子背后都可能藏着汗水、血泪，甚至生命。难怪有人说，黄金的光芒是用鲜血镀成。纵观历史，并非危言耸听，只有强权者、帝国和跨时代的大工程才能征服黄金、驾驭黄金。这也使黄金自古便带上了权力的光环，谁拥有黄金，谁就拥有了实力和荣耀。正因为如此，黄金自古就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古代文明中，黄金往往只掌握在统治者和神庙手中，平民百姓难得一见。法老的王冠、皇帝的龙袍、国王的权杖，无一不镶满黄金。古埃及的图坦卡蒙墓中，光那副纯金棺椁就重达约110公斤。想象一下，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要积攒起100多公斤的黄金是何等夸张的财富，只有整个王国的权力与资源向一人倾斜才能办到。再看看东方，古代中国历代帝王登基时，都要接受象征无上权威的传国金玺，用黄金铸就的玺印代表着皇权正统。即使在民间传说中，黄金也总与帝王将相联系。比如说梁山好汉劫富济贫，分金分银，银子可以分给百姓，黄金往往要上缴朝廷或作为战略留存。因为在老百姓心目中，黄金是大人物才玩得起的玩意儿。黄金还常常和神灵与不朽相联系。古埃及人用黄金制作神像和陪葬品，希望逝者在来世也享受富贵。中国道教典籍中，炼丹家寻求点石成金之术，希望炼出长生不老的金丹，把黄金视作不灭之药。印度教的神庙穹顶常用黄金覆盖，据说可以与天界诸神沟通。几乎每个文明都把黄金推崇到超凡脱俗的地位。在中世纪的欧洲，炼金术士耗尽毕生精力，试图从贱金属中点化出黄金。国王和贵族砸下重金支持炼金研究，只为了能平白生出几块金子。尽管炼金术最后证明是幻想，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无论东方西方，获取黄金都是古人近乎狂热的追求。黄金是财富，更被视为权威、神圣和永恒的物质。它的闪耀光芒仿佛象征太阳的威严，谁拥有它，谁便被赋予某种神秘的荣耀。可以说，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黄金早已被塑造成了权力和神性的双重象征。千百年来，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凡夫俗子，都对那夺目的金色充满敬畏与渴望。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全人类对黄金都有这种近乎痴迷的热爱？难道真是我们的基因里写下了对黄金的渴望吗？毕竟，就算相隔万里、互不相知的文明，也都不约而同地珍视黄金。例如，古埃及人爱金，古中国人也爱金，美洲的玛雅和印加人同样视黄金为神之汗滴。这种跨文化的一致性，令人联想到是否有某种人类共同的本能在起作用。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也很好奇，提出了各种解释。其中一个有趣的说法是，人类爱亮晶晶的东西，本质上是对水源的渴求在作祟。我们的远古祖先在干旱环境中生存，清水对生命至关重要，而阳光下的水面往往波光粼粼、闪闪发亮，所以进化让我们对那种明亮反光的视觉信号格外敏感和喜欢，因为它意味着那里有水，那里有生存的希望。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不再每天为找水发愁，但这份进化遗产可能仍在潜意识里发挥作用，使我们天生对一切闪闪发光的东西感兴趣。心理学实验也提供了一些印证，研究者发现，连婴儿和幼童都会被光滑闪亮的物体吸引，甚至在让一组成年人避免饮水数小时后，再给他们看图片。口渴的人更偏好光泽闪亮的图片，似乎大脑把亮光和水的奖励联系得更紧密。这种偏好并非人类独有，有些动物同样对亮晶晶的物件情有独钟。最典型的要数喜鹊，据说喜鹊会衔走发亮的小饰品装点自己的巢穴。或许对于我们物种来说，爱闪光早已写进生存本能，只不过表现在现代就变成了对黄金珠宝的喜爱。当然，科学解释是一方面，民间还有更富想象力的传说。有人提出脑洞大开的假设，会不会真的有某种远古编程把对黄金的渴望刻进了人类基因？比如一些神秘学和阴谋论者声称，传说中的史前文明早已发现黄金的特殊价值，甚至有传言说外星来的阿努纳奇人创造了人类这个物种，就是为了替他们挖掘地球上的黄金。这个听起来荒诞不经的理论在网络上颇有市场。据说苏美尔泥板上记载的神明让人联想起外星采矿者把我们当作提金的工具。当然，这些传说没有严肃依据，我们姑且当作笑谈，但不得不承认，关于黄金的诱惑，人类自己也编织了无数神话。圣经中描述的天堂遍地黄金，古希腊的传说里有点石成金的米达斯国王，还有沉迷黄金而覆灭的传说之都亚特兰蒂斯。所有这些故事都指向一个共通的主题：黄金犹如一种魔力，通过人类的想象，在神话与传说中发光发热。从本能到神话，从科学到传说，多重角度都揭示出黄金对人类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也许我们真的天生对那抹金黄毫无抵抗力，无论理性如何约束，看到黄金时，内心总会泛起一丝原始的悸动。既然黄金如此珍贵诱人，那么它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地位自然无可撼动。黄金不仅是古往今来各国财富的象征，更是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存在。早在2000多年前，人类就正式将黄金纳入货币体系。公元前6世纪，古代利迪亚王国位于今土耳其一带的国王克罗伊斯铸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币，将天然金银合金、钿金铸成标准化的硬币用于贸易。此后，金币和银币成为各文明通用的货币形态。金钱一词正是源自黄金。在中国，黄金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成为老百姓日常交易的货币，因为实在太珍贵了，但也一直作为高价值储藏和朝贡之物存在。比如汉朝时，各诸侯王向皇帝进贡黄金以示效忠。唐宋时期民间的大额交易也经常使用金锭。进入近代，黄金更是直接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石。19世纪各强国纷纷实施金本位制度，简单说就是发行的纸币都以一定比例的黄金为保证，国家储备多少黄金就能发行多少货币。黄金由此从宝库走向银行金库，成为各国信用的最后背书。一直到20世纪中叶，黄金在国家财富中的地位都不可替代。举个例子，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承诺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在与美元挂钩，黄金实际上扮演了全球货币锚的角色。直到1971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史称尼克松冲击，各国货币才开始自由浮动，黄金退出了官方定价的货币舞台。然而，黄金并没有因此失去光彩，恰恰相反，自从不再被钉死在每盎司35美元的低价后，黄金的市场价格一路飞涨，用事实揭示了法定货币长期贬值的现实。70年代美元狂印钞，通货膨胀高企，投资者纷纷涌向黄金避险，金价从每盎司35美元疯涨到1980年前后的800美元上下，短短10年翻了20多倍，堪称飞天黄金。虽然随后金价有所回落，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沉寂，但进入21世纪又迎来新一轮大牛市。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大放水，黄金作为硬通货再次受到追捧。2011年，金价一度突破每盎司1900美元，创下当时历史纪录。此后几年略有起伏，但到了2020年前后，新冠疫情肆虐，经济不确定性剧增，黄金价格又飙升并刷新高点。目前黄金仍在高位运行，不少分析人士预测未来几年黄金仍有上涨空间，甚至有乐观派喊出金价再涨3倍的惊人预期。当然，这类预测往往带有炒作成分，需要理性看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纸币泛滥、全球局势动荡的大环境下，黄金作为终极避险资产的魅力与日俱增。各国央行这几年也在疯狂增持黄金储备。据统计，全球央行黄金储备总量已经创下几十年新高，连国家层面都在囤金防风险，可见黄金的战略地位依旧稳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每当经济风雨飘摇时，买点黄金保值几乎成了一种本能选择。这种集体行为进一步巩固了黄金的价值地位，可谓信仰成就黄金。黄金已经不单是冷冰冰的金属，更承载了人类对财富稳定性的信仰。正因如此，它常被誉为永恒的货币。有趣的是，即便进入信息时代，我们在虚拟数字领域仍能看到黄金的身影。近10多年来兴起的加密数字货币，最出名的当属比特币。比特币诞生于2009年，其设计初衷就是充当数字黄金，总量被限定在2100万枚。新的比特币通过计算机挖矿产生，需要耗费大量算力和电力，这不正是模拟现实中挖金矿的过程吗？就连矿工、挖矿这些术语，也是直接借用了黄金开采的概念。可以说，人类在数字世界里复刻了一个电子黄金的游戏。比特币支持者将其奉为避险资产的新选择，称数字代码可以取代实物黄金，成为价值存储。然而，到目前为止，黄金依然牢牢占据价值储藏的王座。比特币价格经历疯狂涨跌，表现出高度的投机性和不稳定，而黄金数千年来起起落落，却始终保有内在价值，从未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官方态度也很鲜明，储备资产可以是黄金，但绝不会是比特币等数字币。这也折射出黄金独特的信用基础，它的价值不依赖任何机构的担保，也不需要网络和电力支持。只要人类文明存在一天，黄金的化学属性和稀有性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因此，即便科技日新月异，我们登陆火星，发展量子金融，黄金很可能依旧是人类财富金字塔的基石。反倒是那些虚拟的数字金矿，在真正风暴来袭时未必靠得住。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全球电力网络崩溃，所有数字资产灰飞烟灭，而你手中的黄金依旧闪闪发亮，可以拿它换取生存所需。这听上去像末日小说的情节，但也从侧面说明了黄金作为终极保值物的可靠。或许正因为明白这一点，人类社会从未停止对黄金的追逐，无论实物还是数字层面都是如此。而每一次新的追逐，又进一步强化了黄金在人类心中的神话地位。聊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黄金只涨不跌是真的吗？金价未来真会疯涨3倍吗？纵观历史，黄金的价格确实总体上一路上涨。如果以几十年、100年的尺度来看，黄金保值增值的能力有目共睹。然而短期来看，只涨不跌显然是一种神话般的夸张。事实证明，每当有人对黄金抱有过度乐观的幻想时，市场往往会以戏剧性的方式泼上一盆冷水。
川普吹嘘黄金只会上涨不会下跌，结果话音未落，金价就下行，就是最新的例证。在过去，类似的情形也屡屡出现。1980年金价冲上历史峰顶时，不少投资者以为黄金能持续攀升，结果随后20年，黄金进入漫长低谷，很多高位买入的人损失惨重。2011年金价再创高点，当时坊间盛传各种耸动预测，什么黄金破$5000指日可待，结果随后几年黄金价格腰斩。由此可见，即使黄金有深厚的价值支撑，它的市场价格依然会受到供需、利率、政策等因素影响而大起大落。毕竟黄金再迷人，它也是一种商品，会随人类的贪婪与恐惧而波动。这正是投资黄金需要了解的冷静事实，千万别因为对黄金的迷恋就以为它永远安全。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对黄金又爱又怕，该疯抢时绝不手软，该抛售时也绝不含糊。所以聪明的投资者应当既了解黄金跨越千年的内在价值，也认识到市场情绪带来的阶段性风险，学会以平常心看待金价涨跌，才能真正驾驭这份闪耀的资产，而不被一时的疯狂情绪裹挟。最后，让我们站在更宏大的视角审视黄金在人类文明中的意义。几千年来，黄金贯穿了人类的战争与和平、信仰与欲望。从远古部落在河边淘金，到古代帝国争夺金矿，从大航海时代为了黄金殖民开拓新大陆，到现代社会金融市场上黄金价格的每一次跳动，黄金见证并影响了无数历史进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金属像黄金这样，既是自然造物，又深深嵌入人类故事，发出耀眼光芒。黄金的魅力来源于化学，也超越了化学。它既体现了物质的稀有恒久，也折射出人性的贪婪梦想。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看到黄金时都会心生向往，那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共鸣，仿佛祖先的低语在血脉中回响，诱惑我们伸手去触摸那永恒不灭的光。黄金既然如此疯狂迷人，我们就更应该理性地看待它的价值。记住，你手中的每一克黄金都凝结了无数先辈的汗水和故事，它是超新星爆发时宇宙锻造的珍宝，是帝王将相争夺的战利品，是科学家难解的化学谜题，也是平凡人寄托财富安全感的依靠。了解了这些秘密，你再回头看手中的金戒指、金条，或是账户里的黄金投资凭证，是否感觉分量都不一样了呢？黄金会不会继续涨下去？也许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人类依然渴望美好和恒久，我们对黄金的迷恋就不会消散。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黄金仍将闪耀在人类舞台的中央，见证我们的文明起落和梦想荣耀。正如有人所说，王朝更替，科技变迁，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对黄金的永恒追逐。这就是黄金，这就是疯狂的黄金。希望今天的深度探讨能让你在投资黄金之前，对它有更加清醒又敬畏的认识。愿你在金光与理性中把握好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祝大家都能既享受黄金的光芒，又不被它所惑。我们下次再见。